在逼迫中见证基督，转化霸凌的伤害为祝福。淑敏在公司遭受了长达1年的职场霸凌，主管经常否定她的努力，甚至在同事面前贬低她的能力。有一天，她的企划被同事窃取，但主管不仅没有主持公道，反而赞扬那位剽窃者。淑敏感到委屈、愤怒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。她该如何面对这一切？是否应该选择报复，或者默默离开呢？当我们在职场遭遇逼迫，是否只是受害者，还是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呢？圣经如何帮助我们把伤害转为祝福，成为他人的安慰？今天这一刻，我们要学习如何在霸凌的苦难中仍然见证基督，把痛苦转化为成长，甚至成为他人的帮助。1. 你的经历可以成为他人的安慰与帮助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安慰我们，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哥林多后书第1章3到4节。淑敏最后选择离职，因为她的主管并未改变，环境也没有变得更好。她一度怀疑，我是不是一个失败者？但后来她在新公司遇到了一位刚进职场的年轻同事允杰，正遭遇与她类似的困境。淑敏开始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允杰，告诉他，你并不孤单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环境的问题。保持你的专业和信心，不要被负面的声音打倒。结果允杰受到鼓励，不仅学会保护自己，最终还顺利升迁，脱离了霸凌的困境。神从不浪费我们的伤痛，每一次的经历都可以成为帮助他人的工具。如果你曾经被霸凌，或许有一天你的故事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与安慰。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1. 不让痛苦白白过去，而是思考这段经历如何成为见证。2. 当看到别人受伤时，主动关心、鼓励，因为你最能理解他们的感受。3. 把自己的学习与成长分享出去，成为神安慰别人的管道。2. 在黑暗中成为光，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？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马太福音5章16节。在职场中，霸凌和不公义的事情层出不穷，我们可以选择变得冷漠，或者选择成为不一样的人。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在黑暗中发光，而不是被黑暗吞噬。志豪是一名主管，他曾经在年轻时被上一任老板严重霸凌，总被当成出气筒。后来他升上管理阶层时，他有2个选择： 1. 复制当初对待他的方式，把压力转移到下属身上； 2. 选择成为不一样的主管，
带来正向的管理文化。他决定用基督的爱来带领团队。当他看到下属因为压力而焦虑时，他会鼓励他们，给予支持，而不是责难。结果，他的团队充满信任与合作，绩效也逐年提升。世界的方式是以牙还牙，但基督的方式是以光胜过黑暗。你能成为职场中的盐和光吗？即使身处艰难，也能选择不一样的回应。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一，不要让职场的黑暗影响你的价值观，选择行事公义。二，当遇到不公平对待时，不报复，而是选择更高的道路。三，透过你的行动，让人看见基督的爱，而不是苦毒。三，最终的盼望，神的公义与赏赐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启示录21章4节。即使我们用尽所有的方法，有时候职场上的霸凌仍然无法停止，但圣经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的痛苦并不是最终的结局，最终的审判在神的手中，他必要为我们伸张公义。人杰在职场上被无故解雇，因为他的主管对他心存嫉妒，找了个借口让他走人。他原本想要透过各种方式报复，但后来他选择把一切交托给神，并继续保持自己的专业与信仰。几年后，他竟然在另一家公司遇到了一位愿意赏识他的才能的老板，给了他更高的职位和薪资。他的前主管则因为种种不当行为被公司开除。结果，人杰的故事见证了神的公义，他用信仰忍耐，最终获得祝福。当你觉得不公平时，记住，神的公义从不迟延，他的赏赐一定来到。我们的痛苦并不会白费，最终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，带来完全的安慰。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一，选择把伤害交托给神，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伸张正义。二，相信神的时间，他必要为你开启更美好的未来。三，坚持活出正直，因为最终的赏赐是来自神，而不是人。结语，从伤害者变成得胜者。你可以选择成为受害者，也可以选择成为神手中的见证人。愿我们在职场的试炼中，仍然见证基督，成为世界的光与盐。